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我们来看这位中单高手的一个睿智中单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它的一个兑现情况。一级的话，大概率是学 E 技能，去清兵的过程中呢，给后排兵嘛，对吧？E 技能给后排兵能弹到对方的英雄身上。像大眼这个英雄，你说强嘛，并不是很强，但伤害高嘛，真的很高。这里来消耗一下对方，直接打个相位出来，然后队友的话就可以直接来反野了。这里的话，不要给他打到第3层啊，第3层有印记，只要你不给他打到第3层，没打出那种真伤印记啊，就还好。这里的话，打野这边可以去反对面的红，因为对方打野的话是节奏是很慢的。现在才刚刷完这个蓝 buff， 这里的话尝试进对方野区，哦，石头，他没有闪现的。EW 直接一套带走，这边后面来了个大眼，伤害很痛啊。前期的话还是那个什么赵信的那个伤害，就打野的伤害是最高的。哦，打野还打断对方。这里的话，你看情况咯，就是他符文的话，他是带了那个，好像是那个什么超燃是吧？如果对面肉的话，你就可以向右下角推荐，可以做那个什么巨人杀手。瑞兹在这个版本呢，前期的那个对线能力啊，然后线上的那个线圈，完全是没问题的。而且瑞兹这个英雄，你可以看到他前2件直接就是大天使之杖搭配那个时光法杖，就是比较肉。对面大眼其实玩的也挺好的，你可以看到他一直不给那种身位，就是给打野绕后啊那种身位。这里的话不要被吃集火，一定要退一波。你看这种集火的话，就瞬间掉2个，赶过来。但后续伤害其实不太够的，打野太着急了。对面的双人撸是会玩的，他刷完野以后，刷完兵线以后，立刻往那个红区钻，你知道吧？
啊，对面大爷也知道你想入侵蓝区的，所以立刻往蓝区靠。对面会不会直接来赵信野区呢？没有。龙女还是比较前期还是比较怂的，因为他那个被动，他得被动起来以后才抢。就你这样子主动调动的话，是吧？对面难受的是对面。哦，他直接做了一个王冕出来。刚刚拿2个人头啊，就是装备会比较提前一些。开大直接支援，把输出 EQ 闪现必须拉出来。哎呦，还好无效法球，还有那个骸骨。赵信的话换不了了，必须得退。强行换，哎，维鲁斯也很极限，应该是跑不掉了。但能把大眼的人头给收了，其实赚了。毕竟睿智没那个嘛，维鲁斯没那么值钱。我们再打大龙，打完了哦，小龙。哦哟，这里的话，因为太分心了，让打野过去抓人，但是打野的意识不是很到位。但是大眼这英雄这伤害太高了，顶不太住。这里的话，哈，刷打野的经济，奖励一下打野，给打野上点难度。6-3的大野啊，还是有点肥的。对面还是挺阴的哦。前期，哎，这里找到后排，先秒后排，不要就是你能第一时间能秒掉 C 位就不要犹豫，闪现交出来都 OK 的。这里 EWQAQ。像赵信啊，做破盾就稳赚不亏的，而且对面护盾其实不少，卡莎，然后还有什么莫甘娜，还有那谁，不过莫甘娜这个盾是法术护盾。这时候还是要过来支援一下，队友应该打得起来吗？啊，大眼的伤害有点爆。卡莎的话上波飞了大招，所以这里面是没有大招飞的。他有飞的话肯定是飞的。这里哎，对方顶在前面，直接集火收掉。就这个版本还有一点就是。
集火，一定要先集火，让对面少人，然后你后续的团战就很容易赢。如果你不集火，秒掉一个，起码你3到4个人集火是一定要的，不要求5个人集火，但3到4个人的集火是一定要做到。这里中单3件套以后，就基本上就是可以发力的，就是大帽做出来，因为大帽提供的那个百分比法强啊，太给的太多了。只要随着时间的增加啊，它这个装备满级满装备的状态下，它绝对是物超所值的装备。这里开启跑过来，龙拿到了就撤了。E W E 完了，哎，这里的话蹲一手，闪现拉开，不要送掉吧。后续的话交给队友了。对，传回来的话能补上伤害吗 ？EW， 哎 ，W 没丢出去。是太多伤害了。就有时候啊，你的阵容是怎样子的，你需要去利用这些地图去找一个很好的位置。像比如说你玩莫甘娜，那你前期怎么去让自己在那个下路，比如说对线的过程中呢，找到一个好的位置。比如说像我最近玩大树玩的比较多嘛，像丢眼，对吧？丢那个 E 技能，丢完以后，然后你的站位怎样是去能让对面更有压力、压迫力？是躲在草里面呢，还是说出来以后逼他们去那个草的那边呢？吃 E 技能呢？像这种军事局是基本上就犯一个错误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可能整局就要没的，就到了这个时间段。这里的话直接绕到后台，有时候可以大招逼对面，就是然后你就故意不传过去的是队友其他人，然后你在后面等着来收割。这样只要把那个大眼的一套技能就集火躲掉了，就很容易打。这里金身，对方一套伤害没了。那后续的话，不要给他的E技能命中。那击飞打完，然后直接给你来一套，还是能秒的。这中单是没有大招的，那这样的话，到处都是线啊，下路也有线，中路也有线。对面中单没大招，清不了线的。哎 ，EW，直接传进去嘛。好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了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拜拜。